第171章。何娘子，这里臭烘烘的，小心将您熏臭晒黑就不美了。这些琐事儿交给我们来做就好了，您只管去歇着，稍后再过来看，一样让您满意的。这日子过得可真快啊！我来的路上看着稻子似乎是要熟了。您只顾着看景色，却没看人在田里忙，分明是已经在收割了呢。若非是您家的工钱高，我们也只怕要全都去收割的。我日后总要经常雇人来帮忙的，只要活做得好，工钱可以再高，做得熟了便可以签长约的。哎呦，只要您给的工钱高，就是让我们在地里给您堆朵花出来也行啊。我不要你们给我堆花，就帮我种花就行了。众人说话间，雪娘换了身清爽的衣裙出来，笑嘻嘻地拥住牡丹的肩头，望着那几个妇人道：我听说你们晚上会在月下踏歌，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，似这等好天气，割完了稻子就在地里吃了晚饭，总要在月下踏歌至月下中天。这附近庄子里的人啊，都会出来看热闹。小娘子莫非也想去玩吗？我原来住的地方只是会在春天里踏歌。这几年光景好，只要想踏歌，哪里管它什么冬天、春天、夏天、秋天。你要真的想去，吃过饭我们来叫你啊。何姐姐，我们也去好不好？我都快被我娘关得闷死了。好，左右无事就去看看好了。好姐姐你真好。待到地整好，相关准备工作都做好了，牡丹又在园子里检视一番，清洗过后方躺下小憩。不过刚合上眼，雪娘就奔过来把她晃醒。吃饭了，吃饭了，吃完饭赶紧走。玉和已经从城里赶回来了，见牡丹睁开眼时眼睛还红红的，分明是没有歇好的样子，不由带了几分怨气，斜瞅了跑进跑出不知兴奋个什么劲儿的雪娘一眼，慢吞吞地打水给牡丹梳洗了，又送上了一杯凉白开，等牡丹慢慢喝下去了，方叫人摆饭，将雪娘急得要死。雪娘一碗饭下了肚子，她还捧着半碗饭慢慢地吃，急得雪娘连连唉声叹气。你急什么呀？不是说要跳到月下中天吗？人就在那里，不会跑掉的。再说了，人家这个时候还在干活呢，饭都还没吃呢。雪娘只得用手指敲着桌子，坐立不安地等待。好容易见牡丹放了碗，洗了手，就迫不及待地将她拉起来，往外去厨房里找正娘。到厨房外，但见一大群妇人正人手一只装满了饭菜的大土瓷碗，蹲在厨房外的树荫下，边吃边说笑。其中就有那位周八娘。周八娘看到牡丹过来，半点不自在都没有，站起来直截了当地和牡丹说：何娘子，听说你要请人做长工，我刚才还和他们说，以后你家的厨房不如就交给我来管，就怕你忙不过来呢。我既是开口就没有想其他的，你若是不愿，我就把这活干好，干不好你让我走人就行了。那行。正娘见牡丹和雪娘来厨房，便知道是来等自己领他们去看踏歌的，三下五除二将饭食吃干净了，笑道：这个时候还早，不然我领着两位小娘子先走走消消食。好呀，去哪里？踏歌是在黄渠边的堤岸上，我们沿着田埂走过去。一行人出了方圆，沿着田埂走了约有2盏茶的功夫，眼看着天色渐渐暗下来，月亮也渐渐升起来，就听见远处一道清脆的女声扬声唱起歌来。歌声悠扬婉转，歌词却让人不由得脸红心跳。牡丹还没觉得怎样，正要称赞，雪娘就已经绯红了小脸，跺了跺脚，无限娇羞的道：哎呀，怎么总唱这个？不是相思发誓，就是让人家来追求的。哎，平时就唱的这个，二位小娘子也莫觉得害臊。你们看，
那边也有来萧夏避暑的几位夫人娘子们在看热闹的，他们日日都来，听了看了也没说什么，高兴的时候还会赏钱赏东西给唱得最好跳得最好的，偶尔也会有人跟着唱几句。牡丹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，果然瞧见不远处的堤岸上，郁郁葱葱的柳树下站着几个年轻女子，一人拿了一把扇子，半掩着脸，正在低声说笑。在不远处又有3、5成群衣着光鲜的年轻男子高声说笑，不时还瞟一下周围的女子，个个都是很兴奋的样子，俨然如同盛大的节日一般。牡丹忍不住微笑，她坚定地跟着正娘一起过去。无论如何，今夜的踏歌她都是必须欣赏的。雪娘见她当头而行，理直气壮地甩开了傅妈妈的手，直往前面而去。随着夜幕降临，堤岸上的人越来越多，有老有少，不分男女，顿足踏歌，拍手相和。有那互相中意的，更是借着歌舞眉来眼去，气氛欢快又轻松。第172章，夜色渐深，气氛也到了高潮。牡丹与雪娘立在柳树下，含笑观望着欢快的人群。正娘跳得满头细汗，高兴地从人群中挤出来，大胆地伸手去拉他二人。一起跳吧，光站着有什么意思啊？我笨得紧，怕是学不会。雪娘还是不要去了，要是被登徒子趁机占了便宜去，我可怎么向夫人交代啊？还有几个人像我们这样站着不动的？刚才那几个夫人娘子也跟着去跳了，我就在往回跳，又不乱来。牡丹一看，果然瞧见刚才那几位年轻女子真的跟着去踏歌了。站着看热闹的人不过稀稀拉拉几个。不经意间，牡丹的目光与不远处负手而立的一个人的目光刚好撞上，两个人都愣了一愣。牡丹反射性地对着那人笑起来，那个人的表情有些慌乱，随即绽放出一个大大的笑容，接着向牡丹走来，正是许久不见的蒋长阳。几乎就是眨眨眼的功夫，蒋长阳就已经走到了他面前，带了几分腼腆地笑道：何娘子，你也来看踏歌？哎，你住在这庄子上吗？我来庄子上种花，听说有热闹可看，就来了。哎，您一个人吗？怎么没见乌总管？他在，跑去跟着踏歌了。哎，你看，他就在那里呢，跳得要多难看有多难看，丢死人了，胆子可真大。乌三的舞蹈动作实在是太滑稽，牡丹忍不住笑起来，不厚道地说：他胆子是真的很大，您为什么不去跳啊？那你又为什么不去跳？因为我不会跳，怕丢丑。您不跳又是为了什么？我倒是会跳，只是不想跳。其实很简单的。蒋长阳看了看牡丹，几次犹豫着是不是要邀请牡丹去试试。雪娘在一旁呆呆地看着蒋长阳，紧紧揪住了袖口，就连指甲扎进了掌心也没发现。从他的这个角度看过去，蒋长阳的鼻梁挺直漂亮，下颌线条有力，身姿挺拔优美，表情温和恬淡，又比他以往几次看到他时更让他觉得亲近了几分。雪娘心跳加快，不假思索地喊了一声：蒋公子。蒋长阳回过头，诧异地看向这个脸色绯红、双眸闪闪发光的小女孩。他确认自己绝对不认识，便看向牡丹：请问这位是？我姓黄，叫雪娘，是何姐姐的好朋友。黄娘子好。你太客气了，大家都叫我雪娘的。
你认不得我，我确实早就认得你了。上次你飞马击前，我就在一旁看着，还专门让人去捡了你击进球门的那枚铜钱来瞧。你可真厉害，我就没见过谁这么厉害的，我也想要有这样的本领，你可不可以？傅妈妈越听越冒冷汗，当下上前重重地扯了雪娘的袖子一把。雪娘，又怎么啦？妈妈，你又要做什么？您刚才不是想去踏歌吗？趁早去吧，蒋公子大概是有正事要同你和姐姐说呢。接着傅妈妈给雪娘的丫头使了个眼色，让那2个丫头将她拉去踏歌。雪娘先前不舍也不喜，但到底是年轻人，被拽着跳了2圈之后，也就跟着继续往下跳，只是频频回头看向蒋长阳和牡丹。傅妈妈上前对蒋长阳行了个礼，陪笑道：蒋公子啊，真是对不起，我家小娘子不懂事，又是自小跟着我们老爷长在军中，说话不知天高地厚，惯常直来直去的，只当外面的人都和家中一样亲切，不是兄长就是姐妹，实在是让您见笑了。雪娘就是这个性子，天真活泼，直性得很。妈妈多虑了，没有的事。我也算是长在军中，军中女子都是这种性格。皇娘子的性子很是直爽。敢问府上是？我家老爷是黄敬。哦，原来是黄将军。蒋长阳夸赞了黄将军几句话后，见傅妈妈的神情自在了，方回头望着牡丹，用大家都能听见的声音：哎，我记得上次你和福元和尚说找不到好的石头，不知道如今可找到了？只找到了一些太湖石，还算勉强入得眼吧。这些石头贵不说，还可遇不可求，匆忙之间想找到满意的，实在是不容易。我有个朋友，早年喜欢走南闯北，收集了很多奇石。刚好他家里有些不顺意，急着要用钱，要出让大部分的石头。假如你愿意，我便做个中人，领你去上他那里看看如何？价钱绝对不会比外面的贵，石头也是好石头，不会上当受骗的。啊？真的吗？竟有这样的好事啊！自然是真的。那就先谢谢您了。第173章。你不用谢我，他急需用钱，可这是石头，不是金银细软，没有那么多合适的买家。喜欢的呢，未必能拿出那么多钱来，有钱的未必喜欢需要。我也是私心想帮他一把，也就趁机在你这里讨个人情了。只要你别怀疑我，连着旁人赚你的钱就好。怎么会呢？蒋公子可不是缺那几个钱的人，我每次遇到你，总能遇到好事儿。果真如此吗？那不妨多遇几次。长此以往，多遇几次，我就要万事顺意，发大财了。哎，敢问蒋公子，下次出行走哪条路，也好让小女子再去沾沾好运，发点小财则个。哦，对了，我后日要回城，敢问娘子可否愿意一起去看奇石？若是果真发了财，记得给在下抽成，也叫在下发点小财。给钱太俗，不如多给你2株牡丹，你自己换钱去。说话间，对上蒋长阳黑亮的眼睛，牡丹突然觉得有些不自在，怕自己刚才的举止让蒋长阳觉得轻浮，便偏过了头，看向快乐的人群，换了话题。啊，他们这又唱又跳的，从月亮初上一直到月下中天，果然是需要好体力的。我年少之时，阳春3月里，曾经和朋友一起接连3天彻夜踏歌，却也不怎么累。现在不行了，老了。雪娘在人群中跳着，看到蒋长阳和牡丹说笑甚欢，仿佛是越谈越投机的样子，她就是觉得非常不舒服，于是猛地甩开身边丫鬟的手，向牡丹冲过去，将牡丹从蒋长阳身边扯开往前走，喊道：
何姐姐，别光站着，也来一起跳。好，雪娘，你饶了我吧，我真的不会跳。进去大家都在跳，就我一个人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放，多别扭啊。简单的很，一看就会的，谁不是这样过来的？您怕什么？牡丹从雪娘的脸上看到了一种陌生的神情，她仿佛是在生自己的气，又仿佛不是。雪娘，你怎么了？何姐姐，反正我要你陪我跳，我一个人不好玩。哎呀，好，我陪你跳，只是不许你笑我笨啊。一起跳吧，我教你。蒋长阳没有点牡丹的名，但所有人都知道，他这话是对着牡丹说的。风大娘难得的露了点笑脸，拉了牡丹上前，鼓励牡丹：既然来了，便一起跳跳吧。老奴也许久没动筋骨了，只是您不下去跳，老奴也不敢丢了您自己去。好，你们都教我，不许笑我啊。雪娘走啦，你看大家都愿意陪你呢。雪娘愣愣地看着牡丹，又看了看蒋长阳宽厚挺拔的背影，突然间觉得气儿都喘不过来，一瘪嘴就想哭，又觉得好丢脸，泪汪汪地看着牡丹。我又不想跳了，我要先歇歇，你们先跳。说着将牡丹往蒋长阳身边使劲一推，咬着唇哭兮兮地看着他二人。牡丹被他推得一个踉跄扑了出去。雨禾讨厌死了任性的雪娘，正要伸手去拉牡丹，就被风大娘一把按住了手。他不解地看向风大娘，风大娘并没有看他，而是咋咋呼呼地喊了一声：哎呦，大娘小心！一副全然没有意料到，也来不及伸手去扶牡丹的样子。雪娘这一下力气非常大，牡丹猝不及防，硬生生地撞在了蒋长阳的身上，失了平衡，几乎是狼狈地朝着地上扑了下去。他以为他一定会非常丢脸地摔个大马趴，却被一双有力的手扶住了腰和肩膀，接着很有技巧的一拉一拨，他就站稳了。蒋长阳飞快地将手从牡丹身上收了回去，低声道：没有扭着脚吧？这次不像是端午那次被蒋长阳飞马拦腰搂上马时，他只记住了害怕。牡丹这次闻到了他身上传来的清清淡淡的青草味儿，感觉到他的呼吸将他的散发给吹得飞了起来，浮在脖子上痒痒的，仿佛有一条小虫在爬，被他碰过的地方也有点异样。牡丹急速后退了几步，捂着鼻子，眼泪汪汪的小声道：没有。大娘，怎么了？哪里疼啊？撞着鼻子了。雨禾才不管雪娘是不是客人，先就恶狠狠地瞪了雪娘一眼。傅妈妈脸色难看的轻声和雪娘说了两句，雪娘跑过来一把抱住牡丹，把头埋在她的肩头上，低声抽泣道：姐姐，是我不好，我没想故意推你摔跤，你别讨厌我，不要不理睬我了，我错了，你打我两下出气吧。第174章。多大的人了呢，还这样哭？看看别人都在笑话了吧？我不打你也不生你的气，这以后别这么任性了。我要是个年纪大点的，这一跤得摔死人呢。我以后再也不这样了，你也要说话算数。今天你当着大家的面说过不生我气的，过后你要认账。我说的话自然是认账的。那我们去大哥，我教你啊。雪娘拉着牡丹往人群里挤，再不看蒋长阳一眼，仿佛蒋长阳与他有深仇大恨一般。蒋长阳淡淡一笑，随着众人一起挤进狂欢的人群中，跟在牡丹等人不远处踏歌起舞。雪娘为了弥补刚才的过失，非常耐心地教牡丹。牡丹发现果然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，
跳上几圈之后，却也掌握了基本的几个动作。跳着跳着，偷眼去观察周围的人。牡丹看到了一个与平时很不一样的蒋长阳，他的脸上神采飞扬，眉目生动，举手投足间干净又利落，非常有韵律感，充满了阳刚美。月下观美男，越来越多的女郎齐声唱着歌，慢慢地朝着蒋长阳包围过去，含笑间眉目传情，甚至有那大胆的趁乱在他身上摸一把，或者是撞一下。牡丹忍不住扑哧一声笑出来，雪娘阴沉了脸，一把拖住牡丹往那边挤到了蒋长阳的身边，将牡丹往他左边一推，自己往他右边一站，恶狠狠地瞪着那些大胆的女郎。蒋长阳大大的松了一口气，尴尬地看着牡丹笑，想说什么终究没说出来，脚步又恢复了先前的灵活，跟上了节奏。蒋长阳不时低声提醒一下牡丹动作要领。跟着高手跳，牡丹压力倍增，所以非常紧张，越想跳好越是跳不好。他感觉到一层细毛毛汗从毛孔里钻了出来，四肢仿佛不是他自己的，又僵硬又不听从指挥。雪娘在一旁看着，几次想笑，但看到蒋长阳平淡安详，丝毫不露笑意，又硬生生地将笑意憋了回去。牡丹慢慢地觉得自己僵硬的手脚渐渐灵活起来了，她下意识地跟在蒋长阳的身后，跟着他一起前进后退，拍手相和。牡丹是真的感到快乐，不管是与谁的目光碰上，她都报以一个甜美真切的笑容。蒋长阳不时偷偷看着她，又不自在地将眼神收回去。月亮渐渐落下去，天色也比先前暗淡了许多，周围的一切看上去都朦胧起来。有好几个年轻华服男子簇拥着朝牡丹涌了过来，先前还只是围在周围张望，接着便试探着边跳边挤了上去。有个冲得最快的，假装脚下一个踉跄就朝着牡丹倒过去，被蒋长阳的宽肩膀轻轻一挤，就被撞得踉跄了几大步，晃了几晃才站好。可是他们人多呀，这个被撞飞了，还有另几个厚着脸皮挤过来。看着这群脸皮厚的臭男人，雪娘一下子找到了目标。她使劲拉了身边的雨禾一把，示意雨禾跟自己上，忽地窜过去，将牡丹护在了身后。只要有男人不怀好意地靠过来，她就去踩人家的脚。牡丹也狠狠一脚踩在了趁隙靠过来的一个人的脚尖上。不知是他真的太过用力，还是那人趁机作乱，总之那人发出了一声惨叫，抱着脚跳起了圆圈，引得众人侧目。先前被蒋长阳撞飞的那个人趁机挤过来道：“这干嘛呢？”被踩的人看向牡丹，见牡丹没事人似的好奇地看着他，半点亏心的表情都没有。而蒋长阳又站在离他比较远的地方，明显是诬赖不上的，便指着还在那里踩人脚的雪娘哼唧道：“他踩的，哎呦，我的脚断了，这可怎么好啊！登徒子，你再来，我踩断你的臭脚！”众人发出一阵善意的哄笑，不知是谁喊了一声：“哎，这为这欢乐而来的，若是因此生了嫌弃，可就没意思了。大老爷们跟小娘子计较什么呀？既然敢来跳，就要想着有可能跛着脚回去。天色都晚了，月亮要下去了，都散了吧，明儿赶早。”笛声停了，歌声也静了，众人果然真的要散了。那几个华服青年抿嘴笑了笑，不甚在意地对着雪娘和牡丹挤了挤眼，在雨禾的骂声出口之前迅速撤退，四散而去。乌三跛着脚找过来，大呼小叫的：“哎呦，公子啊，这群娘们真狠啊！
我不过不小心碰了一下，就被踢了一大脚，还不解气，又被跺了一脚，脚趾头都断了，冤枉死了。早知道这样，我不如……何娘子好，小人又是个粗人，您就当没听见吧。我确实是什么都没听见，也没看见。就你那螃蟹爬，不撞着人才怪呢。走吧，先送何娘子他们回去。第175章。月色朦胧一片，鸟儿早就不叫了。远处不时传来回家的女郎们缠绵悱恻的歌声。牡丹一行人依次走在田埂上，大约是大家都累了的关系，便谁也没有说话，就埋头静悄悄地走着。雪娘感觉今天很累，很伤心，几次告诉自己不要再去看蒋长阳了，却又总忍不住回头去偷看。突然看到刚才踏歌的地方影影绰绰的，好似还有好些人没走的样子。怎么还有人不走？哎，真的呢？难道他们都不回家的？你们都看看自己头上的簪钗还在不在？这些人就是专门候在那里捡拾大家落下的簪钗来换钱的。众人闻言，全都伸手去摸自己头上的簪钗，又检查环佩。牡丹为了出门方便，带的首饰本就不多，只略一检查就算完了。我的没掉。雪娘因是精心装扮，头上戴的首饰多，却是掉了一只赤金结条钗和一朵珠花，就连什么时候掉的都不知道。完了，那结条钗是夫人的陪嫁，上面居然刻有字样，必须得找回来才行啊！傅妈妈你别急，一起去找吧。蒋公子，夜深了，你们先回去吧。左右我们人多，这里离我的庄子也没多远，不碍事的。送佛送到西，既然遇上了，哪里有不管的道理？黄娘子，丢的是只什么样的钗？是一只赤金结条蜻蜓钗，翅膀上镶嵌有翠玉的，上面刻有我娘的名字。话音未落，蒋长阳已经一撩袍子，领着吴三大步折了回去。他并不如同傅妈妈与其他人那样低头四处寻找，而是从怀里摸了一袋子钱出来递给吴三，命吴三高声问那些堤坝上拾捡东西的人：这位小娘子不慎丢了一个赤金结条蜻蜓钗，谁要是知道那钗的下落，过来说一声，这袋钱就将作为奖赏答谢。若是要故意隐瞒的，日后寻到便要报官，以偷盗论处。在下奉劝各位一句，捡到的人不要心存侥幸，最多3天，我家公子一定能查出是谁。蒋长阳就背着手立在那里，腰背挺直，神色肃穆，威严无比。这样只怕找不回来的吧？一只结条钗和一袋子钱相比，太少了吧？牡丹却觉得悬赏检举，蒋长阳这个办法应该很有效。果然，不过片刻功夫，就有个小孩子奔过来将钗递过去，眼巴巴地看着蒋长阳。蒋长阳从吴三手里接过那袋子钱，递给了那孩子。那孩子兴奋地提着钱袋子拔腿就跑。蒋大哥，谢谢你，我现在身上没带钱，明日我再送到你庄子里去还你。黄娘子不用谢我，不过举手之劳而已。您若是真要谢，不如谢谢何娘子。我和她是朋友，您又是她的好朋友，我总不能看着你们没头没脑的乱忙一气吧。我自然是要谢谢何姐姐的，但我欠你的钱总要还你。还何娘子就好，这钱是她往日借我的，我本来也要还她，今日您正好还她，也是一样的。牡丹狐疑地看向蒋长阳，竟然从他的脸上看到了几分恳求之色。牡丹心念电转，明白过来，蒋长阳大约是看出了小姑娘的心思，但并不想与小姑娘有任何牵扯，这是要彻底断了小姑娘的念想。不过一袋钱而已，比起你对我的救命之恩，又算得什么？我也是忘了。蒋长阳见他应了，轻轻吐了口气，
也不看雪娘的表情，望着牡丹笑道：什么救命之恩我也忘了，光记着你借我一袋钱了。这救命之恩啊，还请何娘子以后不要再随时挂在嘴上，省得我若是有想请府上帮忙之时，反而不好开口。好。雪娘的肩头颤了2下，拼命咬住了嘴唇，迅速回过了头，快步往前走。傅妈妈见状，忙上前将她挡在了身后，不叫她的眼泪给人看到笑话。回头望着牡丹笑道：既然如此，咱们就还何娘子也是一样的，但无论如何，蒋公子费了心也一样要谢。好啦，夜色深了，要谢也明日再说，还是赶快赶路吧。众人纷纷称是，都加快了速度。这次只用了1盏茶多一点的功夫，就到了方圆的门口。听到脚步声响，一直候着的胡大郎已经开了门，打着灯笼出来接人了。牡丹一行人与蒋长阳别过，自进了门。蒋长阳与乌三转过身去，胡大郎又追了出来，把1盏灯笼递过去。蒋公子呀，我家娘子说这月亮沉下去了，天色渐晚，田间地头难行，吩咐小人送这盏灯笼给您照个路。劳烦大哥替我家公子谢过你家娘子，明日一定送还。蒋长阳也就不再言语，任由乌三提了那盏灯笼在前面引路。第176章，带走的离方圆远了，乌三一副迷茫的样子。公子还记着那袋子钱呢？今晚你给那孩子的真是那袋子钱？怎么好像不是？哦，原来你给那袋子钱每一个都做过标记的，而且你隔着袋子就能分出来。敢问是香的还是臭的？明明荷包的花色就不一样。我没你的闲工夫，更没有闲心去记那个。明日小人来还灯笼，公子要来吗？不如再叫他们一起去踏歌吧。您自从来了京城后，就没见过您踏歌呢。话说何娘子在月亮下笑起来真是好看呢，最难得的是脾气修养真好。那位黄娘子，您帮她真是应该的，要是没有她……乌三话音未落，蒋长阳已经飞速将手伸出去，在他腰间抓了一把，摘下他的荷包，猛地往一望无际的稻田里扔了出去。不等他反应过来，又从他手里一把把灯笼夺过来。你先找着，我回去了。蒋长阳打着灯笼走得远了，乌三还哭丧着脸站在原地不动。牡丹等人刚进了屋子，阿桃忙领着几个粗使妇人将热水送了上来，又问要不要吃宵夜。牡丹看了紧抿着唇一言不发的雪娘一眼。雪娘，你吃吗？我是真有点饿了。雪娘吃点吧，这下补觉只怕要到午间呢。要吃的，你们下去，我和何姐姐有几句话要说。你们都退下去吧，做好宵夜再送上来。是。雪娘想和我说什么？何姐姐，你一定看不起我了吧？讨厌我了吧？我真是个笨蛋，是个傻瓜，不会看人眼色，我不知道呀。你不知道什么？你为何会觉得我讨厌你？反正我就是让你讨厌了。要是我也很讨厌我这种人的，又粗鲁又笨又傻，没颜色，只顾着自己，最要紧的是不讲义气。你今日的确是有些不讲义气，也不讲道理的。我很高兴你不计较门庭，把我当朋友看。可是你需要知道，既是朋友，就要互相爱护，互相体谅才是。朋友是志同道合的人，可不是出气筒，不是高兴时就要抱着叫好，不高兴了就可以任意欺负出气的人。何姐姐，你今晚几次拿我发脾气，又几次和我道歉，因为我把你当朋友看，珍惜你我之间的情分，所以我能体谅你年幼，心情不好，情有可原。但若是旁人，只怕是话不投机半句多，要对你敬而远之的。真性情是好事，
但也要注意分寸，长此以往，再好的朋友也会生分。何姐姐，我错了，我不该拿你乱发脾气，请你原谅我。今夜不过是小事，我不生你气。再说后来那些厚脸皮的臭男人挤过来的时候，你不也只顾着帮我吗？我那是应该的，我今晚的举动让人很讨厌吧。虽说人与人相处不能只凭一两件事情就断定一个人的性情如何，但先入为主，大家总是会以初次见面时留下的印象去评判一个人。第一印象不好，以后再想扭转过来，往往需要费很大力气。何姐姐，你以后还会把我当朋友看的吧？我再不会做同样的事情了。交个朋友不容易，我自然还会把你当朋友看。何姐姐，我突然好饿，还好累。牡丹见他虽然还哭丧着脸，但明显不像先前那样子了，便扬声叫雨禾送宵夜上来。傅妈妈进来，看到二人又和好如初，不由长长舒了一口气。牡丹一觉睡到第二日午间，临到吃午饭，才知雪娘还未曾起身。傅妈妈又曾交代别去打扰她，也就不管雪娘，只吩咐阿桃，若是雪娘一起身，就送饭食过去。牡丹吃过午饭，又去检查昨日浸在水中的种子，准备播种。正在忙碌间，傅妈妈来了。牡丹忙停下手上的活计去招呼她。妈妈请坐。老奴替我家夫人多谢何娘子教导雪娘，没有让她闹出笑话来。让妈妈笑话了，教导不敢当，也说不上，就是姐妹间的一些知心话而已。我虚长她几岁，未免拖大些，若有不当之处，还请妈妈替我和雪娘解释一下。雪娘天真娇惯了些，却不是不懂得好歹、不讲道理的人。她说您好，您一定就好。想来以后她会更懂事儿了。说完，接了阿桃递过来的茶汤，略略饮了2口，告辞而去。每种完一个品种，牡丹就将事先准备好的写上品种名称的小木牌插上，在土上浇透水后，又用茅草盖上，然后就只等30天后种子生根，来年2月幼苗出土。第177章，牡丹收拾完苗圃，已经是彩霞满天。雨禾早备好了水在一旁候着，见他过来，赶紧替他浇水洗手。丹娘，你虽然喜欢种花，但也莫要事事亲力亲为，这些重活哪里是您做的？我又没做什么，不过就是插了几小块木板，盖了点茅草而已。挖地洒水都是旁人做的呢。你若是不放心旁人，日后就让奴婢来做。你莫想着你能躲得清闲去，等到白露之时，我要嫁接牡丹，又是个重活，不知要忙多少天，日日都不得闲，少不得要你跟着一起忙，到时候可别跟我喊累啊。丹娘为何直皱眉头，又在焦虑什么？说给奴婢听听，也让奴婢跟着一起想想法子。我在想花匠的事情，我不能日日守在这花圃里，必须得请个既可以信任又看重用的来才行。但这些日子总也寻不到这合适的，心里有些着急。想起原来刘家的那个镇花匠来，只是觉得可惜了。这个简单，镇花匠又不曾卖身给刘家，他主要还是伺候牡丹花拿手。那个时候因为您的缘故，刘家的牡丹花多，可日子自然好过。如今刘家的牡丹渐少，加上主人家心里现在只怕看到牡丹就不舒服，他日子大约也是好过不到哪里去的。这事儿交给奴婢来办，只要有花种有钱拿，想来他必然会来的。这样怕是不妥吧？刘家人若是知道咱们要用人，只怕是白白养着也不肯放人的，说不定还认为咱们是故意和他家作对，又平白生出些事端来。这事儿急也急不来的，我再另想办法吧。哎呀，您就放心吧，奴婢不会乱来，自然是先问清楚才会开口，不给您添麻烦。
主仆二人携手回去，雪娘咋咋呼呼地迎上来。何姐姐，我是才去看了你让人进的那个浴室，很不错，我回家去也要进一个，你教我可好？我这个浴室呢，其实是福源大师做的图，等我改日问过他的意思，若是他同意，你就拿去照着建就是。他要是不肯，那怎么办？反正都是给了你的，还不是你爱给谁就给谁，只要我们不说，他又不会知道。那不一样，这是最起码的尊重。我请他帮忙设计园子，他本来就没收我钱，不过收了些瓜果香料茶叶而已。若是再背着他将他的图纸给了旁人，还说都不肯说一声，抱了欺瞒之心，那可不好。那好吧，那你一定要替我在他面前多说说好话。那是自然。吃了饭我们还去踏歌吗？当然是你不累的情况下。我让风大娘陪你去玩吧，我有好多事要做呢。过几日我要命人从城里拉牡丹花来，得事先将该准备的事情都理一遍，把事儿安排下去才行，不然要出乱子的。那好吧。雪娘今日的兴致没有昨天高，站在树下听了一会儿，觉得没有意思，就要回去。忽见乌三手里提着个素纱灯笼，摇摇摆摆的过来，朝他行了个礼。黄娘子好，咱的今日就是您一个人呐？何娘子没来吗？我家公子有事求她帮忙。我和姐姐庄子里有事，忙得很，让我一个人来玩。你们若是有事找她，可以去庄子里寻她便是。乌三道了谢，折身回去，低声和蒋长阳说话。雪娘又在树下立了片刻，她回头去望，但见树下已经不见了蒋长阳与乌三的影子了。左右张望中，只见一高一矮两个身影渐渐消失在稻田间，去的正是方圆的方向。雪娘轻轻吐了一口气，用一个大大的笑容掩去了即将流出的眼泪，拉了丫鬟的手，果断地加入了踏歌的人群中。傅妈妈在一旁看着，要上前去劝雪娘，风大娘拉住了她的手。由她去玩吧，谁没年轻过？反正他们那身板也不似我等，睡一觉起来3-2天就好了。也是。牡丹领着雨禾与阿桃，站在新堆城的假山旁，与那几个工头说话，询问工期，得知年底所有工程就可以收尾，过些日子种树栽花也不会影响施工，不由格外开心，便又鼓励了那些工头几句，叫雨禾拿钱出来打赏，又吩咐下去，让去村里买口肥猪来宰，第2日给众人夹菜。众人正在欢喜间，雨禾轻轻拉了拉牡丹的袖子。大娘，您看那边是谁？第178章。牡丹回头去瞧，但见李杏站在柳树下，含笑望着自己。他看了看天色，不由皱起了眉头。李杏已然走过来。大娘，我外出办事找不到你，知道你住在庄子上，特意过来看看你。雨禾，我赶了一路，口渴得紧，你去煎杯茶汤来给我喝，如何？阿桃，去煎茶来，记得要用好杯子。再去问问你爹，为什么表公子来了也不知道来禀告一声，害得表公子就这样等了半日。雨禾，去将那边10桌凳子收拾干净，我们到那边去说话。好。表哥，吃过饭没有？我奔波了一整日，一点饭食都不曾下肚，可否让厨房做碗面片汤来给我吃？牡丹见他脸晒得发红，看上去也似颇为疲累的样子，也有些不忍，便叫雨禾去厨房备饭。雨禾撅着嘴沉着脸下去，李杏又喊了一声：多做一些，还有苍山和罗山也是跟着的。他2人在哪里？也让他们来喝点水。他们在刷马，做好饭再叫他们过来也不迟。表哥这是又替宁王办差吗？稍后只怕是要去宁王府的庄子上歇了。
有没有让人先去打声招呼？啊。牡丹被李杏看得背心冒汗，只装作不知，强笑着和他天马行空的乱说了一气。李杏也不说话，只侧头静静听着。稍请，雨禾快步回来，笑道：丹娘，蒋公子来还灯笼，说是有事找您帮忙，问您可有空闲。哼，刚才罗筛已经说了，表公子马上就要与吴十九娘定亲了，既然已经商定了终身大事，还跑来这里做什么？他人在哪里？表哥你先坐着，我去就来。是那位蒋长阳，蒋大郎吗？是啊。啊，我今日就是过来寻他的，去他庄子上等了许久不见他，谁知他却来了你这里，不如把他请进来一起说话。昨夜丹娘陪皇家小娘子去踏歌，遇到了蒋公子，一起踏歌来着。后来他送我们回来，因月亮下去了，便借了盏灯笼给他。丹娘也会踏歌了吗？我还没有见过呢。说话间，蒋长阳带了吴三进来，一眼看到李杏，有些吃惊，随即笑着抱了抱拳。李公子，别来无恙。小弟我才从蒋兄的庄子上过来，原以为找不到人，哪晓得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您找我有事？是的，而且是有要紧事。蒋兄可否坐下来听小弟细谈？你们只管谈，这里不会有外人来打扰。牡丹边说边请蒋长阳入座，叫阿桃奉了茶，自领了雨禾去安排饭食酒水。牡丹看了厨房里剩下的几个菜，觉得怎么都端不上桌面，只好叫人去请了周八娘来想法子。周八娘听说没有菜，便从家里抓了只鸡，从地里扯了几颗青菜带过来，三下五除二，便麻溜地将鸡宰了，一半炒一半炖，不多时就弄了几个新鲜可口的家常菜出来，将一坛子颍州覆水酒加上，叫牡丹让人送上来，从雨禾那里接了鸡钱菜钱，往怀里一搁，拍手走人。牡丹远远地看见李杏和蒋长阳二人吃喝上了，一个说一个听，貌似都很专心的样子，也就不去打扰，自己在一旁默默盘算着过几日要做的事情。月上中天，那边终于散了，阿桃过来请牡丹。娘子，那边事情都谈完了，表公子身边的小厮让奴婢过来请您过去呢。牡丹过去时，蒋长阳与李杏面对面坐着，一人捧了杯茶，正在说他这个园子。李杏见牡丹过去，便笑道：大娘过来了，我与蒋公子的事情已经说好了。啊，天色已晚，蒋公子即使有事找你，还需早些说了才是。何娘子，昨日我和你说过，明日领你去我那朋友家中看石头。现在事情有变，我想先和你商量一下。无妨，蒋公子直言便可，若是买不成也没关系。哦不，买是一定要买得成的。只是我今日得知，我那朋友家中的事情又有些变化，所需的钱更多了。我们几个朋友都想帮他一把，无奈他性情骄傲，定然是不肯接受。所以呢，我就想请你高价向他购买那些石头，多出来的钱我补给你，你看如何？这真是太容易不过的事情了。只是他疑心病重，我是不能陪着你去了，得你自己上门去问才行。我会送你到附近，然后你去门房一问，便可以把事情办妥。你放心，我一准儿办得妥妥当当的。敢问蒋兄这位朋友是住在哪里的？姓甚名谁？家中是做何种营生的？唉，丹娘一向傻得很，心又善良，也一不小心就被别人给算计了。第179章，叫袁19，住在兰陵坊，没有任何营生，不过给人做清客。我认识他将近10年，人品还过得去。原来是他呀！我记得他是闵王府中深受器重之人。
闵王前2日还得到了圣上的夸赞，怎会放着他不管呢？而且他不是石宝还挺厉害的吗？怎会没钱用呢？丹娘，这个袁19你还记得吗？保会时我们曾经见过，高高的瘦瘦的，跟了刘畅和潘荣一起去的那位。李幸才一说，牡丹就想起来，他对袁19的骨瘦如柴，还有明明跟着刘畅等人一起出现，却总和那些纨绔子弟唱反调的态度印象很深刻。不过牡丹却能从李幸的语气和表情中听出一点意思来，大约闵王会是宁王的竞争对手。李幸是不想他与闵王相关的事物沾上边吧。因此牡丹只是沉默了片刻，便说：我记得他石宝挺厉害的，为人也不差。世人都有为难的时候，与他曾经效力于谁，而那人又有多大的权势无关。他急需用钱，也和他的能力高下无关。哦，当然，何娘子若是不便，我另外找人就是。我方便，非常方便。你放心，绝对不会给你惹任何麻烦。看到蒋长阳望着牡丹笑，而牡丹又不肯听自己的话，李幸的心里突如其来的升起了一股邪火。他不高兴地看着牡丹。既然这样，到时候我另外找个人去帮你买。丹娘，你该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吧。表哥，谢谢你的关心，但这不过是小事，我能自己做。牡丹的语气很轻柔，但是不容拒绝的意味很强烈。李幸在惊觉自己失态的同时，也有些接受不了。多日来积累起的情绪突然直冲胸臆，他委屈而愤怒地看着牡丹，一言不发。蒋长阳见状起了身：时辰不早了，我先告辞。明日4时整，我在路口上等你。好，那我送蒋公子。何娘子不必客气，你忙吧。牡丹也就不客气，叫雨禾送了蒋长阳主仆2人出去，亲自给一直瞪着自己的李幸斟满了一杯茶，双手递了过去。李幸不接，仍然紧紧地抿着唇，死死地瞪着他。牡丹看他这样子，头皮有些发麻，想到李幸给过自己那么多的帮助，不管怎样也还是亲人，没必要让他心里不舒服。自己必须要和他说说心里的想法。表哥是不是担心我和袁19买石头会惹什么麻烦上身？我也不知道闵王府和宁王府如今是个什么样的情形，只想着我就是个生意人，买石头不过就是件小事，更何况我还欠着蒋公子的大人情，这人情是必须要还的。可若是会给你们添麻烦，你和我说明白，我另外想个妥当的法子，你也不要再掺和进来才好。不会添麻烦，我只是担心你会上当受骗。丹娘，这世上坏人多得很，常常被坑了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他们骗术很精明。坏人不少，好人其实也不少，我不能因为知道这世上有坏人在，就不往前走了。不管前面是好是坏，我总要往前走的，谁也替代不了我。就像表哥，你的人生就在你的脚下，你该怎么走，还得怎么走。你其实就是相信他是好人，相信他绝对不会害你，却是不相信我，特意避开我的好意罢了。我的确相信他是个好人，特意避开你的好意也是实情。我听说你立刻就要定亲了，不想再让人生出什么误会来，叫大家心里都不舒服。你父母不高兴，我家里人也不高兴，我也不高兴。夜风轻轻拂过，柳枝在月影下婆娑起舞。李兴半晌无语，低头看着地上狂乱起舞的柳枝投影。我只是放不下，特意过来看看你。即使这样，那便罢了。19娘人不错。谁知道呢？丹娘，我今日心情不好，酒又多喝了些，
加上和蒋长阳谈的事情没有谈妥，有些失态。明日若是你见到了他，替我向他道声歉，请他不要介怀。刚刚看你二人相谈甚欢，以为是谈妥了，是不是什么要紧的事情他不答应，那你该怎么办？你不必替我忧心的，我会很好的。话音刚落，他在牡丹脸上轻轻抚了一下，转身就走。李兴的指尖冰凉，从脸上拂过的感觉犹如被清早的柳枝拂过一般。牡丹静静地站在月影下，目送他越走越远。雪娘回来的时候，牡丹还在灯下坐着和雨禾等他，见他来了，热水宵夜依次送上来。雪娘满足地直叹气，眯了眼睛感叹道：还是有人在家好呀，不用等就可以吃到好吃的。吃了早些睡，明日我们要赶早进城。明早就走，我还没玩够呢。我有要事，明日必须回城，不能留你一个人在这里。你若是还想玩，以后有的是机会。何姐姐，那你可不能忘记你答应过我的话，以后记得要经常找我玩。那是自然，等园子建好以后，还要请你们来玩呢。你忘记了？雪娘相信了牡丹的话，开心地将宵夜全都吃光了，心满意足地去睡了。第180章。天色将明之时，天气突变，风雨声大作。牡丹被一阵响亮的炸雷声惊醒，吓得冷汗直冒，心跳加速。平缓过来，就觉得口渴，正要起身去喝水，外间就传来了雨禾轻微的脚步声。接着雨禾端了一盏纱灯，轻手轻脚地走进来。雨禾，大娘您醒了，有没有被吓着？衣服有点潮，要不换一件？要喝水啊，您等等。雨禾手脚麻利地弄了一杯温热的水进来。即便是这么久了，林妈妈、雨禾他们仍然把自己当作是那个病中需要照顾的孩子，这种关心体贴是发自内心的，毫不作为。看着灯下雨禾恬静温和的表情，牡丹心里一阵感动，忍不住就握了雨禾的手，往里躺了躺。上来我们一起躺躺。好，您是害怕打雷吧？哎，这雨下得真突然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停。要是一直这样下去，可怎么回城啊？您放心吧，来得快也去得快，待到天亮又是大晴天。这场雨果然来得快，去得也快，只是第二天却没有放晴，而是又阴沉又闷热，让人感觉非常不舒服。牡丹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检查昨日才播下的种子，见稻草盖得好好的，雨水也没挖着，这才放了心，又将阿桃和他弟弟阿顺叫过来，叮嘱他姐弟二人好好看顾这里，方才准备出发。雪娘因为正是贪睡的年纪，又玩得累了，还被炸雷惊着的缘故，睡得很不好，上了马背还晕晕乎乎的，半闭着眼，头一点一点的，就差趴在马背上抱着马脖子睡觉了。慢慢悠悠的，好容易才到了蒋家庄子附近，只见蒋长阳和乌三站在路边的树荫下说话，马儿则在自由自在地扯着青草吃，也不知等了多久。牡丹赶紧打马奔过去赔罪。蒋公子，害你久等了，真是对不起了。雪娘没休息好，怎么都弄不清醒，怕她出事儿，只好这样慢吞吞地走，只怕这一路上都走不快。要不你们先走着，我进城将她送回家去，再去找你如何？我住的地方偏远，带你从各方里来回穿插上几回，天就黑了，不如结伴而行，更为妥当些。蒋公子，我表哥昨日若有失礼之处，还请多担待。不是什么大事，无需放在心上。不知福源大师外出有没有回来？我前不久让人去法寿寺看过，他还没回来。
眼瞅着这石头如果顺利买回来，还得他帮忙指着去放呢。已经回来了，我前几日还和他一起下过棋。接下来几天都只怕是要大大的辛苦他一回了，也不知他有没有空。我正有心请他去我庄子里住些日子，叫他天天对着我，只怕他也会嫌烦。有事情给他做，他定然求之不得。何娘子也不必再去找他了，明日我就将他一并带过来。你只要好生准备点素斋饭、好果子、好茶汤就行。看吧，我就说一遇到你总有好事。蒋长阳听到牡丹如此说，本想顺着开句玩笑话，但见牡丹突然侧过了脸，神色也有些讪讪的，却也知道他不自在了，便很有眼色的没有接着他的话说下去，于是换了个话题。我听人说技艺高强的人可以让同一颗牡丹开出几种不同颜色的花，那方法也有些匪夷所思，竟然是在牡丹根旁埋上银珠丹青等物。我一直不肯相信，不知何娘子可否知道其真假？你说的是食样锦吧？我没试过你说的这种方法，不知道是否真的有效。不过我却是知道一种法子的，就是在同一颗牡丹上切种不同品种、不同花色的牡丹花芽，成活之后就是食样锦，非常美丽，我也要养的。我不过就是随口一说，这是你安家立命的手艺，以后还是不要轻易和旁人说的好。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，更何况你是个女子，更要小心才是。谢你提醒，我记住了。蒋长阳明显不相信牡丹真的听进去了，他左思右想，慎重地挑了一个轻信他人然后导致家破人亡的例子说给牡丹听，意图提高她的警惕性。虽然牡丹很想笑，但体谅他一片好心，也就装出很认真的样子听下去。蒋长阳见他听得认真，也就乐得把故事讲得更生动一点。结果就连一直迷迷瞪瞪只顾着打瞌睡的雪娘都清醒过来，竖着耳朵听。